大家好，我是 Ethan， 没错，那时隔将近2年之后呢，大疆终于更新了他们最热卖的手持稳定器产品线 IS4 和 IS4 Pro。那他们的定位还是一样 ，IS4 适合小一点的微单使用，适合自媒体、婚礼、花絮等小型的项目。IS4 Pro 呢，适合承载中型的电影机，适合广告、电影、MV 等中型项目的制作。那随着这2个稳定器的发布，这次大疆也一起发布了 DJI Focus Pro 这条生态链，从大疆的手持稳定器以及图传，大疆这个生态终于到了跟焦器这一环。那给大家一个跳转的预告吧，就是 Focus Pro 那条生态链呢，就在我面前的4个东西：新一代的 LiDAR 或者叫 LiDAR 2代，然后这个跟焦的手柄，大疆第一次推出这个东西，以前都没有。那这个东西干嘛呢？之后去那期看吧。然后还有就是跟焦器，大疆终于推出了他们的专业跟焦器了。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大家也可以去那期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他们生态整个串联起来的一个，相当于是中枢的一个互联互通的一个线。那这个线可以让对焦的这套系统和之前推出的专业图传，比如说 Transmission 无线图传那套系统，可以给它联动起来，做一些不一样的玩法。那大概就是这几个东西，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Focus Pro 那期看一下。那这次我所有评测的样品呢，全是大疆寄给我的工程样品，所以有些东西无论是硬件还是固件，都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最后请以试售版本为主。那这期包括 Focus Pro 那期，大疆只是提供了样品给我来测试，并没有提供我任何推广的费用，他们并没有干预我说的内容，所以请大家放心来观看。那这期我们还是 Focus 在这个稳定器上，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升级吧。相信大家和我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感觉一样，怎么和上一代长那么像？没错，那基本上这一次呢，他们的更新主要就是围绕上一代做出一些进步性的升级，所以可以看到在外形上、建模上，他们和上一代比，上一代在哪里？那我现在手上中间这个呢是 IS3 Pro。确实在外形上乍一看很相似，实际上他们这次也做了不少升级。那今天的首发评测，我会按照通用升级，也就是他们2个共有的升级，以及他们各自单独的升级来围绕展开。那通用升级有几个东西是很可讲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快装板。我记得在之前我做了 IS3 Mini 那一期，大家就对 IS3 Mini 那个快装板很有兴趣。那这次没错，他们也直接把同样的概念带来到了 IS4 和 IS4 Pro 上。那这个快装板它也同样有了一个这个塑料挡边，哪怕这里只有一个螺丝，你也可以非常轻松的让它不会左右的转动，发生一些不必要偏移。那尤其是在这次 combo 里面，它增加了这个全新的跟焦马达，电机力度更大，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挡边，能够让跟焦的时候并不会发生不必要的位移。在小快装板下面，它也同样是之前的阿卡的标准，也可以无缝兼容你的阿卡云台，它也是可以兼容到上一代的 IS3、IS Pro 的云台上的。没错，这次模具因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变动，所以他们很多配件都可以沿用到上一代去，所以你的预算如果有限的话，并不足以升级整套设备的话，单独购入某一个你中意的配件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个快装板它从 Mini 上来了。那随着马达升级，它这次在 Combo 里面也附带了带着15毫米导管孔位的延长阿卡快装板，那也是一样，这个也可以上它的挡边。那下面这个长的快装板呢，仍然也是慢附图标准，所以呢，无论你是阿卡标准还是慢附图标准，都可以很方便的在稳定器和其他承载设备之间来切换。那值得注意就是说，它虽然说这个是慢附图的底板，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下面因为有这个微调的位移齿轮，所以在有一些慢附图的推入式云台上，可能会因为安全锁扣的位置无法正常推入。但是如果像其他比如说慢附图的612云台，它是摁扣式的，而并不是滑入式的，那它就可以兼容。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那云台讲完了，我们来讲一下它第2个共有的升级，那就是他们的竖拍模式。现在终于不是那个盗梦空间形式的竖拍了，因为那个形式的竖拍，说实话限制非常多。那我现在以 IS4 Pro 举例，那可以看到这次它在这个快装板的里面多了一个旋钮，然后这里多了一个缝隙。没错，那这次这个轴臂也和上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升级。好，那我现在旋松这个旋钮，然后这有个释放键，直接可以把它拆下来。那它的铆接面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铆接面，我现在可以直接从这个方向转90度，这个方向给它直接摁进来，然后再把这个旋钮旋上，这样子就是一个官方的原生的，完全无需第三方的。我知道现在有第三方的厂商有在做这种竖拍的配件，可能会增加一些额外的重量，因为这种模式下真的竖拍限制很多。这样子是一个真正的能够发挥稳定器所有功能的一个竖拍。那这个竖拍模式 IS4 也是有的 ，IS4 的轴臂可能会稍微短一点，因为 IS4 是一个小机器用的嘛。没错，这个也是大家之前说 IS3 Mini 上很好的原生竖拍功能，现在4和4 Pro 都有了。还有一个升级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他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相比于上一代的3和3 Pro， 它第4代和4 Pro 都带着多一个拨钮。原来的模式切换键和开关是在右侧，然后这一次这个拨钮是在左侧，默认情况下就是在下面，就是对云台的控制。如果你切换到上面，就是用蓝牙对相机或者是镜头进行一些控制，但这个相机和镜头得是协议上有打通的，不是所有的机型都可以。像我有个索尼的这个 PZ 的28135的这个电控镜头，也就是说它里面是有马达的，我可以实现电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拨钮来实现 zoom in zoom out 的改变。
当然，如果你没有电控镜头的话，你也可以使用像索尼里面的无损放大的功能，也可以实现电子的无损的放大和缩小，还可以在这种遥控变焦下做一些细节上的设置。这个也是这次新加入的功能，2台都有。那这次2台的扳机键在菜单里面都多了一个功能，我们长按住扳机键，以前就只有云台锁定一种模式，那现在你可以在菜单里面设置长按扳机键是云台锁定还是全域跟随。还有这次他们2台都升级了他们轴臂的涂层，所以你在调频的时候会感觉到顺滑一些。那还有就是他们电池上做了一些变化，我记得在将近2年前我出上一代评测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的电池不能互换嘛？那其实现在呢，小的电池还是没有办法给 Pro 用，但是 Pro 的电池呢可以给小的用了。然后这次它还全新推出了一个 BG70 大电池，它真的很大。你看我2只手握住，和 Pro 的电池比一下，大家可以明显看到这个尺寸的区别，又粗又长又硬，我很喜欢。他们默认的续航呢，官方说10个小时、12个小时，但是实际测试下来，因为你用电器都不一样，有没有用 LiDAR， 有没有用跟焦马达，有没有用图传，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考量范围之内。那你正常工作的话，平均值也还是跟上一代差不多6、7个小时吧。这次这个大电池，官方说能够续航29个小时，当然29个小时是理想状态了。你如果正常用电器很多的话，包括如果你用耗电量比较大的 LiDAR 的话，它就不会到那么久时间。但是如果你用 LiDAR 的话，正常工作1天8到10个小时，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个电池它不光能够提供更高的续航，同时它的 Type C 这个接口也可以当一个充电宝，提供供电输出。还有一个升级就是他们这一次自动走锁都提升了紧凑性，减少了框量，所以抖起来呢不会像上一代那么的吵。当然还是会有声音啦，但是不会那么吵。那还有就是它这次也带来了全新的锁定模式。上一代的锁定你必须戳屏幕上的锁定你才能锁定嘛，那这次呢他们提供了自动锁定这个选项，你可以下滑菜单，然后在这个屏幕设置里面看到自动锁屏，你有30秒、1分钟、2分钟和关闭这几个选项，所以可以起到一个省电的作用。解锁的时候就向上滑动就好。好，那讲完了他们共有的升级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他们独有的升级。那首先先从小的 RS4 开始讲起。上一代的 RS3 呢，它虽然说左右两边都有这个 NATO 滑条，对吧？但是呢，它的 NATO 滑条都是没有触点的，所以不兼容一些电子的配件。那这次 RS4 这边这一侧还是跟上一代一样。但是你转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侧也是给了有带电子触点的 NATO 滑条，那所以有些电子配件这次也可以给 RS4 用了。然后呢，这次 RS4 呢，它对这个新的电机的兼容个数是1个，所以不太适合你的相机用变焦电影镜头。但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太意外，因为 RS4 本身就是给稍微轻一点的相机用的，你用电影镜头基本上你不可能用到变焦镜头那么大那么重的镜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RS4 Pro 上一些独有的升级。那这次独有升级 RS4 Pro 还是比较多的啊。那首先像刚提到的马达，这个只能用1个嘛，那这个它可以控制2个。但不是同时控制，因为它前面的波轮只有1个，但是它最多能够控制2个马达使用，同时控制2个，你就可以实现焦点和焦距的控制。你用一些变焦电镜头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这几年确实推出了蛮多价格便宜、使用方便的一些国产的变焦镜头。那这次我觉得在 Pro 上升级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横滚轴，不是大家之前一直讨论上了机器，尤其是比较重的机器之后，横滚轴的调频很难嘛，因为吃相机力气，这个轴摩擦力太大了，左右调频的时候很吃力。那这次它在横滚轴里面加了2个滚动轴承，所以能够让你明显的感觉到，哎，我这次上了机器之后，在横滚轴调频的时候，我会觉得轻松不少。我没有办法量化到一个很具体，你能少多少，但是我个人主观上的感觉，我觉得能够省个30%左右的力吧。它肯定没有到什么少50%、少70%，但是有这个轴承的话，少个30%。如果相机不是特别重的话，我可以用1只手来推动那这次用起来我会觉得蛮舒服的。那这次在校准里面不再是上一代的普通和超级增稳，而是把超级增稳拿掉，增加了车载模式。我觉得 RS4 Pro 上还有一个独有的，就是对它的生态，无论是图传，比如说 Transmission 那套，或者是这次新推出的 Focus Pro 这套跟焦系统，都可以很好的连通配合。还有就是和 LiDAR 配合，可以进行智能跟随。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贴心的地方，就是像以前你关机的话默认情况下它折叠，它不是会折叠错位嘛，因为怕2个轴臂撞到一起。但是有的时候你机器并没有很重的话，它这个错位反而不好收纳。上一代 RS3 Pro 呢，你只能这样，你要是想要再折回来的话，你要手动解锁，然后把它掰回来，然后再手动锁上嘛。那现在你在菜单里面下滑设置，然后在自动走锁里面找到开关机时，它现在有多一个选项，默认是折叠并锁定，也就是折到刚刚那个有限位的保护状态。那现在多了一个选项叫做全折叠锁定，但现在是有工作状态，并不是待机待机的话关机还是不会折叠，只有在工作状态下关机才会折叠。好，我现在关机，那它就会完全的锁回来，所以给你了能够自定义折叠状态的这个功能。虽然说这个只是固件上一个小升级，但是我觉得蛮贴心的。那这次 RS4 Pro 俯仰轴的轴臂又增长，从原来3 Pro 的7公分变成现在的8公分。那承重上也是一个参考数值，这个 RS4 3公斤，RS4 Pro 4.5公斤，但这个
大家听听就好。你相机的长度、重心、上下的高度都不一样，对于电机的承重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只有靠承重来衡量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只是一个参考数值而已。那这是他们两个功能性的介绍，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因为他们操作起来的学习成本几乎没有，它和上一代可以进行无缝的衔接，无论是使用习惯还是菜单，几乎都是一样的，有一些细微的变动，但是真的不影响上手使用。所以如果你想看，比如说上一代推出的什么自动走锁呀、蓝牙快门啊这些，完全可以去看我之前 IS3、IS3 Pro 那一期讲的东西。那其他一些什么马达增稳啊、新一代算法，这每一代都是新一代，我这种纸面上的参数我就不一一赘述了。那他们两个价格以及可以单独购买的零配件的价格，我也会放在屏幕上供大家参考。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一些使用痛点、不足之处。那说实话，已经到了第4代了，而且第4代它就是想要解决第3代的痛点。你让我说缺点的话，大的东西我真的挑不出来了。但是你说让我说点鸡蛋里挑骨头的东西，那还是老生常谈的东西，就是没有 Z 轴的稳定，也就是步幅上的抵消。你在不借助其他的减 Z 轴抖动的工具的状况下，你如果跑得很急，那还是会出现上下的步幅的抖动。从最早的 Ronin S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希望下一代能够解决吧。但是如果解决的话，它的形态应该就不会长这个样子了，所以期待一下吧，如果有机会的话。那还有个问题呢，是它这个快装版的螺丝，这个新加的挡边也是有厚度的，但是这个螺丝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厚度的增加。如果你不用挡边的话，它螺丝露出来的螺纹是正好的，但是一旦上了挡边，它螺丝这个头露出来的螺纹就只有2到3圈了。尤其是有些兔笼，它螺孔下面可能还会垫高，可能最后吃到的这个螺纹的量还不到2圈，所以这个对相机来说可能会有点危险，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升级一下这个螺丝的长度。还有就是这个挡边，它是一个塑料件，虽然说 Combo 包里面会多一个备用，但是我还是会比较担心寿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三脚架的这个腿哈，它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我已经看到，其实在市面上有一些第三方的厂家，他已经在做那种一个腿张开，另外2个腿可以自动张开的那种支架了。我是真的觉得很方便，以前没见过，不知道这还可以挑毛病。但是我自从看到那个第三方厂家的这个三脚架之后，我对这个原来的这个三脚架就觉得哦，确实一次要开3个，感觉有点不方便。那还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休眠稳定器的时候，你的 LiDAR 并不会一起休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吃个午饭回来，稳定器就没电了。然后还有一个吧，也不能说缺点，它这次 Focus Pro 那条线，它现在生态已经很全了嘛。当你上了所有生态，包括这个新推出的这个大电池之后，它的重量也会非常的恐怖。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相机和镜头就不要用太大的。我这次测试我是用 FX3， 用大电池，用 LiDAR， 还有图传。我觉得 FX3 算是我不借助第三方承重配件的状况下，我能接受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OK 长时间工作手持的一个重量了。你再大的像什么 BMPCC 6K 啊、6K Pro 啊、FX6 啊那种中型的电影机，再加上这些其他的生态配件之后，你真的70B 可能都吃不消。所以对自己好点吧。那其他的东西我确实也挑不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有一些上一代的问题，比如说像 M 键拍照并没有实现模式切换那种，那它这次也通过扳机键来解决了，对吧？你 hold 住扳机键就变成3轴都可以通用的模式，有这个选项了。都已经第4代了，你看它连这个自动折叠这个档位都已经给你细分到2个了，感觉得出来他们在这个外观形态上能做的升级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确实也这次鸡蛋里也挑不出什么骨头了，因为我参与了将近2年前他们的评测嘛，所以呢我这次其实感悟还蛮多的。我能亲身感受到，就是大疆的设计者他们是有在听用户或者有在听像我们这种 KOL 的一些反馈的。那包括这次的评测，我也是更早参与到了 KOL 的公测当中，我当时还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把我收集到的一些问题反映给他们，所以现在这套固件也算是比较接近于最后试售版本的固件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次的 IS4 的升级的重心是放在解决上一代的问题，所以与其给我一个翻天覆地完全把模具不要重新回炉重造的一个升级，我其实作为用户我更希望看到是这种升级。配件我可以沿用过来，我电池也可以沿用过来，新推出的东西我不想升级整套，我直接把新推出的快装版拿到上一代，能够实现一个各取所需的升级，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升级。我录到这里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感动，因为以前的大疆你升级一个东西就是配件不能沿用了，但是现在没想到可以这样，对不对？那今天这一期 i4 Pro 的评测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升级和诚意有一些了解吧。那这一期就到这边，我们的 QQ 教学群在视频简介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讨论。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有空来做。